那我们先按照原本的进度哈，我们先介绍 EM 跟 REM 这些单位的用法。在介绍 EM 跟 REM 之前呢，我们要先知道它跟 pixel 之间的关系。然后我这边先写一个简单的3种文字格式，这个写 pixel。那第二个呢，我写 EM 的。第三种我写 REM。这是今天的网址哈，应该大家都有看到。那在 pixel 的话呢，我们在外面加一个class 写 pixel， 这个是等一下要来展示说这种不同的文字大小它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那这个叫 EM， 把内文都框起来。然后我再去找一篇内文来贴。好，那现在这三段内文呢都没有我都还没有下 CSS， 所以这3段其实它的内容是一样大的，那3段的内容都一样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写一些 CSS 去定义它的预设大小，像是说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浏览器它的预设的文字大小其实是16 pixel， 然后它的行高呢是24 pixel， 但是其实呢每个浏览器都有点不同，像是所以我现在把 pixel 加大了。我们现在这个 pixel 改成我们现在把这个 pixel 下成16，文字大小是16 pixel 的时候，我们会看起来它稍微大一点点。那行高也稍微高一点点。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下 EM 呢，它是1:1的文字大小，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下 EM 跟 line height 是1.5 EM。现在下面这一段其实和 REM 其实很接近 ，REM 目前都还没有设定。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 pixel 的目前的这个字都偏大。那这边要讲到另外一个观念，另外提到的，如果我这个时候呢，我把另外一个浏览器打开，贴上刚刚那个网址。有点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我刚刚现在下的这个16 pixel 跟24的 line height， 在另外一个浏览器却接近预设值，所以我们在用写 CSS 的时候，我们通常会用 CSS 的 reset。那这边我们就先不用 reset， 我们现在就是先预设说它们的值是接近的。那 REM 呢 ？REM 的单位呢和 EM 有点像，只是不同的地方是说，稍后我会讲到不一样的地方。像我现在把 REM 跟 EM 设定的值是接近的，那两边就看起来是几乎是一样的。
那 REM 跟 EM 的差异是差在说 EM 呢，它是以当下的文字大小作为起始点，那 REM 呢是以跟目录，不是跟目录，是 HTML 的文字大小作为基准。这边我写一下注解 ，REM 是以最外层的 HTML 文字大小为基准，那 EM 呢是以目前文字大小为基准。那目前呢，我们没有任何去设定它的 HTML 的文字大小，所以 EM 跟 REM 看起来是一样大的。那 Pixel 呢？它是绝对的文字大小，所以我们写多少几 Pixel 它就是多少，它不会受到其他的影响。但是 EM 跟 REM 会受到其他文字大小的影响。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写另外一段。CSS 来做辅助，这边我先直接贴。这边我有一个 flig 12 pixel 到 flig 16 pixel， 那它的对应的都是对应的font size，那12就是对应12 pixel 的font size，那14就是14的。那这边我再写一个外框 box。写错了。我们把这个内容贴进来。我们现在把这个内容贴进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如果我这个外层下12 pixel 的话，那这个里面它就会直接显示12 pixel。这边再加一个配点，会比较清楚。那内层的地方呢，我们再插入一个相同的，我们插入14 pixel 的内容。那它这是做槽状的，我们就往内再放一层。这个 box 也留着。这样可以看到有2层，那这个最外层是12 pixel， 那这个内层是14 pixel， 它两者呢就不会互相影响，这就是 pixel 的特性。那如果说我们再放一层16 pixel，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它这个内层的文字大小跟外层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贴上另外一段 CSS， 我们贴上 EM 的版本 flig EM。那这个 flig EM 就是对应这个font size EM 就1:1的文字大小，那14呢是对应 1.4， 那16呢是对应 1.6。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把它放进来的话，它的变化就不太一样了。像是我们这个内层这一层呢，我们贴的是 1.4 EM 的文字大小，我们就看到它放大很大。就算我们外层呢，我们贴的一样是，如果内层跟外层都是一样是贴 1.4 的话，它是一直会不断的加大上去。
那这就是 EM 的特性，它会依据目前的文字大小再做调整。所以如果是以这个外层是 1.4 EM 的话，如果内层我们换成1 EM 的时候，它这两个文字大小会是一样大，然后都是放大 1.4 倍了。那最后一个文字呢，如果再放 1.6 的话，它就会大更多，像这样。那这个就是 EM 的特性，它就是会受到外层的文字大小影响，然后持续的放大或持续的缩小。这个文字可能有点长，我再把它删掉一点。好，那既然这样就知道说医院呢在做文字设定的时候，它会受到其他的影响。那 REM 会不会呢？REM 这个时候就会差蛮多的。这一段我把一样照贴过来哈。那这边的话呢，比较不一样是说，我前面加一个 R，EM 前面就加一个 R，那所以它的单位呢都是从 REM 开始哈，就是全部都是刚刚 EM 的单位，那前面再加一个 RE， 就把它改成 REM 的版本。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刚刚的外层的这个文字大小外面原本是 1.4 EM， 我们把它换成 1.4 REM。那现在看起来这一条是一模一样大，跟 EM 的版本一模一样大。那这个时候内层呢，这一层呢，刚刚原本是贴 1EM， 这边原本是 1EM， 我现在把它改成 1REM。有没有看到？它其实呢，它这个时候的 1REM 呢，其实跟外层的这种预设的文字大小是一样的。因为 REM 所预设的文字大小是根据根目录，不是根目录，是最外层 HTML 的文字大小所设定的。所以现在这一层如果贴的是 1.6 REM 的话，它就会略比这一层大，但是它不会受到它影响。如果这边贴 1.4， 它两层是不会互相影响的，这是 REM 的特性。那像这种特性下呢，在不同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文字大小来做设计。这边呢，我写一个 jQuery 的语法来控制这个内容的文字大小。先写一下。在写 jQuery 之前要先插入 jQuery， 所以在这边copy 的设定里面，我先加入 jQuery。那这个外层呢，这个控制文字大小这个最外层呢，我设定叫做update font size。那控制的地方就是change font size。那这边有3个按钮。这个地方我用 data font size 来选择文字大小。那这个第一个呢，我用小字的，我用12 pixel。这边是小字。那第二排呢，我用稍微大一点的，用一般的文字大小，用16 pixel 中字。那最后一个用大的字。那等一下呢，我用jQuery去点这个
jQuery 的语法去点这个文字大小的时候，我就把这个 data 的值带出来，带到下面的这个 div 里面。像现在已经有载入 jQuery 了，那我就 document 点 ready function。我们直接插入 alert 的话，就可以知道说它到底这个语法那个 jQuery 到底有没有载进来。那确定 jQuery 有载进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把 alert 拿掉。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要点这个 change font size 里面的 A 连接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 font size 的值直接带进这个 div 里面来。那我现在要选的是这个地方 change font size。我们现在用的事件是 click。那现在呢 ，click 后方呢，我们可以插入说我们要选的这个 change font size 这个 ID 里面的 A 连接。那我们这边可以直接下 A， 然后在逗点之后输入 function。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试试看说，先试着把这个文字大小给取出来。那我们就宣告一个变数。宣告变数的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先下一个 var， 然后呢，告诉说一个值，我们这个值叫做my font size 好了，我的文字大小要等于目前我点的这个元件的 data， 然后 f_lead，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 jQuery 的一个 function。那我们在点这个按钮的时候呢，它把这个 data 的值划掉了。这个 data 的值呢，存到这个 myf_lead 这个词里面。那我们可以透过 console log 来验证说我们的值到底有没有存进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点点看，有，现在可以看到下面的 console， 可以看到说我点这个大字的时候，它就会出现20 pixel， 那中字的时候呢，就会出现16 pixel， 那小字就是12 pixel。那这个值呢，就是从这个 data f_lead 里面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值写进这个外层。这个外层叫做那我们要写进的方式呢，就是我们要写进它的 style， 在 jQuery 里面是用 CSS 这个function。那我们要写进去 font size， 然后逗点，把刚刚的my font size 放进来。接下来我们点的时候呢，它的文字大小就会切换。那没有切换的原因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实际上到底有没有把这个值带进去？那其实是有的。那为什么没有影响到里面的文字大小呢？因为目前里面是 rem， 那 rem 呢，它不会受到外层的文字大小影响。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试着把 rem 换成 em， 我们把这个 class 换掉就可以了。好，现在这个文字大小呢，我们在点的时候我先存档，你们就可以试试看。我点这个文字大小的时候呢，它就可以直接切换里面的font size。那因为呢，它用的单位是 em，em 会受到外层的文字大小所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用开发者工具来看到。这目前的文字大小现在是20 pixel， 那点一下换成16，
换成12，那这个内容都会受到影响。那同样道理，如果说我们把它换成 pixel 的话呢，这个 REM 呢，如果我们这个 EM 如果我们换成上面这个 pixel 呢，它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这是一样的意思哈。因为它是一个绝对的单位值，所以像是这一个我把它换成 pixel， 第二层这一个我把它换成16 pixel 这一层，那如果我点这个的话，它的文字大小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因为它是绝对的文字大小。那如果说呢，我们现在要改 REM 的文字大小，我们该怎么做呢？我把这个再改回 REM， 这边有 1.4 跟 1.6 的。我们现在点这边它都不会受到影响。那如果我们实际要改这个 REM 的大小呢？我们要改，我先写一个另外错误的给你们看。如果你们写的话，写在 body 的话，它不会受到影响。那如果说你要让 REM 的文字大小受到影响，要写在 HTML。我现在直接把它放大一点，40 pixel。如果等一下断线，再重连一次哈。如果我现在把这个 body 这边下40 pixel， 它这边的文字会这个 EM 的文字大小就会受到影响，但是下面这个 REM 的部分它就不会被影响到。那如果说呢，我这个时候我改的是 HTML 这一层的文字大小的话，它这边的 REM 的文字大小也会被影响太大了，24 pixel。看到没？这个是 REM 的部分，它也会被影响到。那这样是如果是写绝对的 pixel 的话，它就不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时候就会问说，那 REM 可以用到什么样的地方呢？这个时候呢，我载另外一个套件给大家看。Bootstrape 的文字大小呢，他们的大部分单位都改成用 REM 在写，贴过头，贴错了，贴这一段就可以。对，没有复制到。好，我现在把 Bootstrap 4给载进来。那这个地方呢，我先把我的 HTML 部分把它放在下面好了，放一个 HR 在下面。那这边呢，它的 Bootstrap 4呢，它有一个它有一个元件，新的元件叫做卡片式的。我把这个卡片式的元件贴进去。好，这边上面呢这个部分呢就是Bootstrap 4的卡片。那所以呢这边已经下了font size是24 pixel， 所以这个目前这个元件就会看起来比较大。那我也可以把它改成12 pixel， 这元件就会整体的缩小。
它和先前的版本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都用 REM 在设计，现在都是用 REM 在设计元件的尺寸，所以说呢，我只要改这个最外层的文字大小呢，它整个文字的设计都会改，那整个元件的大小都会受到影响。那我把它改成18，你们看到它这个中间的间距呢也会拉大一些。这个间距也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怎么写的。看他们的那个 padding 啊，他们也是用 REM 在写，所以我们只要改最外层的 HTML 的文字大小，它整个文件的大小都会改变。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件事。现在预设是16 pixel， 我们可以下 responsive 的 media query 来改变HTML 的文字大小。那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它是这个 maxY， 就是说它这个装置如果小于这个浏览器如果小于600 pixel 的时候，它要切换成比较小的文字大小，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元件也会跟着变小。那我们也可以做说，如果它超过某个尺寸的时候，它的文字大小会变大。好，我打错，这个要改成超过另外的，就是超过960的时候，它的文字会变大。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控制说，这个元件呢，在不同尺寸的时候，我们可以产生不同的元件大小。